日本8.9式，一款价格比 M16贵8倍还不好用的奇葩步枪。在枪械领域中，俄制代表皮实耐操，美制代表性能优良，日式枪械则主打一个奇葩。比如11式轻机枪，上弹方式就很奇怪，这种奇葩一直延续到了现代步枪，8.9式就是其中之一。作为 AR-18 的衍生版，可靠性却有些拉胯，扩展性呢也不太好，与 AR-18 完全不同。那么日本8.9式步枪有什么优势？又奇葩在哪儿？日本的造枪技术如何呢？聊到8.9式，就离不开一款步枪 AR-18。将 AR-15 卖给科尔特之后，阿马莱特公司也很眼馋美国小口径军用市场，于是推出了 AR-18，想要竞争市场。但是在这个时候 ，AR-15 已经在美军内部站稳脚跟。美军那边对 AR-18 测试后，整体评价也很高。不过在结束时，美军来了一句：“我还是更喜欢 AR-15”， 给阿马莱特干破防了。AR-18 竞争不过 AR-15， 火力军觉得很正常，毕竟科尔特不是什么小公司，也一直在升级 AR-15。阿马莱特 AR-18 并没有很明显的优势。安利失败之后，阿马莱特只能尝试国际市场和民用市场，但还是失败了。使用 AR-18 的国家只有10个，其中一半都是小国，比如博茨瓦纳、斯威士兰。作为一款军用步枪，没有多少人用，无疑是失败的。不过 AR-18 虽然不是很成功，但后代很多，而且都很猛。其衍生型包括英国 SA80、德国 G36、HK416、台湾的 T65、T86、T91 等。日本的8.9式步枪也是衍生型之一。不过与英德的产品相比，8.9式步枪显得极为奇葩。言归正传，作为一款奇葩武器，8.9式的性能的确值得我们好好聊聊。20世纪70年代，日本自卫队想要装备一种新型步枪，以取代64式步枪。当时64式仅装备10几年，但已经暴露了很多问题，比如口径。当时的北约标准步枪的口径是 7.62 乘51毫米，只是这种枪弹的后坐力太大，不适合日本防卫队士兵。于是他们对弹药进行了减装，也就是减轻 10% 的 7.62 毫米子弹。枪口动能、威力与后坐力都有所下降，但精度不错。不过口径的改变也有一个缺点，与北约国家的步枪弹不通用，与美军联合作战时，弹药的供应会受到影响。其次，64式的威力不如 M14、G3 等全威力步枪，但尺寸与重量却一点都不差，这并不算优点。在64式步枪上，日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精度上，快慢机、可调式罩门、钢制的托底板、高效枪口制退器等部件一个不少，甚至在激发机构内部还有专门的减射速机构，祖传的两脚架与刺刀也少不了。零部件较多，就导致64式步枪的结构复杂，故障率高，维护保养困难，并且还很重。全枪的重量达到了 4.4 公斤，长度也很离谱。64式全长990毫米，加上254毫米的刺刀，步枪全长达到了 1.24 米。炎炎夏日，士兵要拿着1米多的步枪练习拼刺刀，还是拿自卫队当牲口啊！就结果来看，64式算是一款缺点大于优点的步枪，放到国际上连个浪花都没有。日本自卫队想换掉也很正常，加上越战之后，小口径步枪成为世界主流，日本决定换装一种新步枪以取代64式，口径为 5.56 毫米，与美国保持一致。当时日本丰和公司拿到了 AR-18 商业型号的生产授权，日本一合计，还造什么，直接山寨吧。当然，日本的山寨并不是像伊朗那样全部照抄，而是参考其他枪械的设计，使其适合日本士兵使用。新枪的研制工作于1974年开始，1989年定型为8.9式 5.56 毫米小冲，并开始部署于自卫队。与此同时，日本也开始仿制 SS-109 作为8.9式步枪的弹药。就性能而言，8.9式步枪要比64式好得多，最直接的就是后坐力，这也是小口径步枪的优势。而且8.9式步枪的零部件大量采用冲压钢和施蜡精密铸造法，以及树脂零件，重量有所减轻。枪托、握把、护木等部件形状也全是按照日本人的平均体格设计，长度比64式要短，人机功效更好。在结构上，8.9式步枪零件总数100个，比150个零件的64式少。这一系列操作下来，8.9式步枪比64式轻了 0.9 公斤，短了74毫米。防身盖也有所改进，可以前后移动，不射击时向前推上，射击时在枪机拉柄后退过程中向后推开。64式的瞄准具为折叠式，射击时需要先用手立起。8.9式直接改用固定式机械瞄准具，
省了一步。快慢机方面，64式想要调节发射方式，需要整只手操作，但89式仅需手指。至于两脚架，89式依旧保留了下来。这种设计虽然可以帮助士兵提高在野外、山地等阵地射击的精度，但是装了两脚架之后，就没办法装备枪挂榴弹发射器了，只能依靠传统榴弹射击。至于日本枪械的另一项传统刺刀，89式有所改进，放弃了64式的长刺刀，而是改为类似美制 M9 多用途刺刀，具有钢丝钳、开瓶器、开罐器等功能。这个设计要比缩短长度、减轻重量更实在。终于不用抡着10斤重的步枪玩刺刀了，可喜可贺。以上这些都是89式的小优势，其自动原理与精度才是其最大的特点。不过其价格也相当贵，一支89式步枪的价格可以购买8支 M16、16支 AK47。那么89式为什么会那么贵呢？毕竟是山寨 AR-18，所以89式的自动原理为短活塞导气式，不过呢，也做了一定的改进。在活塞筒内有一个气体膨胀室，火药气体进入活塞筒之后，在膨胀室膨胀，推动活塞带动枪机框运动。这种缓冲式设计能够有效避免火药气体污染枪机，可靠性更好。据说这种设计加上枪口制推器，能将发射时的后坐力减少 60%， 防止枪体震动，大幅度提高射击精度。当然，导气式的枪械积碳问题是肯定的，在这方面89式效仿比利时 FNC 的设计，如果长时间射击又没有及时维护，导致导气孔内积碳，那就调大气体调节气钮，增加导气量，使枪机自动循环正常。89式的另一个创新则是3点点射的设计，而且3发点射机构属于独立设计，安排在扳机后部，不与单连发基本扳机机构连为一体，即使点射装置出现问题，也不影响单发射击和连发射击。这种设计比美军的 M16A2 更好用。在使用 M16A2 时，如果射手在点射后松开扳机太快，可能就会射出2发，后一次点射扣动扳机就只能打出之前剩余的1发子弹。如果使用89式，射手一扣就是3发，简单可靠。当然，最重要的还是精度。从保留双脚架、放弃枪榴弹加挂能力就能看出来，89式继承了日本精准射击至上的传统。根据之前日本防卫省公布的标准，使用89式步枪时，距目标300米距离上，单发水平及垂直标准偏差小于19厘米，6发连射则需要集中在高2米、宽2米的范围内。而在实际测试时，在300米的距离上，全部射弹的 25% 都能打进一个宽高各26米的区域里，这个精度已经相当不错了。相比较64式，89式的设计更简单，零件也相对较少，生产工艺更容易，所以89式的生产速度更快，成本更低。只是与 M16、AK47 这些经典步枪相比，89式的价格还是偏贵，一支就要3900美元。之后因为产量增加，成本逐年降低，但直到2008年，一支89式步枪仍然需要3000美元。对于价格偏贵的原因，有人认为是89式的生产工艺比较精湛，说日本是匠人精神。就实物来看，89式表面看起来粗糙，内部零件的确很精致。还有人认为枪支贵是因为日本工人的工资福利太好。就火力军而言，以上这2点都只能算次因。89式之所以贵，最主要的问题是产量跟不上。因为日本政府的武器出口禁令，生产的枪械只能让自卫队、海上保安厅以及警察使用，而且每年度的生产还要通过会计科的采购进行，逐批采购、逐批生产，每次生产的数量都不大。武器这东西需要平摊成本，生产数量越多，价格也就越低。比如 F35 就在一步步降价，89式也就生产了15万支左右，而 M16 生产了800万支以上，价格的确比不了。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果，在日本这边贵的也不好用。在日本自卫队眼中，89式直接被评价为不适合拿来上战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不说外部评价，就单单是日本国内就有很多抱怨89式的声音。比如可靠性，89式虽然是山寨 AR-18，但故障率只比 M4 略低一点，活塞很容易堵上一些火药渣或者泥垢。根据日本自卫队士兵的反映，89式经常出现卡壳的问题。在美日联合军演中，陆上自卫队的自卫官试用了美国的 M16 和 M4 等武器后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二者比89式步枪更好用。对于89式的评价就是想打的时候打不了，这是最大的缺点，让人很失望。就枪械来看，89式的短活塞导气结构中还有一个气体膨胀室，所以大概率不是结构的问题，最大的可能是与发射药有关。其次就是快慢机的操作，因为旋转角度太大，单发与连发切换时很花时间，而且手指还经常够不到。日本自卫队在驻伊拉克海外维和期间，快慢机制造并安装在下机匣的左侧，供双手通用。
但也只是暂时性的，返回日本后又被改了回来，这是治标不治本，并且8-9式的扳机感极差，导致枪械本身的精度优势发挥不出来。根据日本自卫队的说法，一个枪法好的人可以用 M16 打进5厘米的圈，但使用8-9式就只能做到7厘米左右。此外，8-9式插弹匣的手感也不好，弹匣不容易勾挂住，会出现打着打着弹匣掉下来的情况。所以装好弹匣后还要再检查一遍，很浪费时间。最后8-9式为了追求精度，完全牺牲了现代步枪的战术扩展性。为了装两脚架，放弃了安装下挂式榴弹发射器的能力，也没有安装任何战术导轨。即使是空白版的 89F， 也只能将枪托改为折叠式。自卫队士兵想按瞄具还得自己改装，有一些自卫队士兵还会自己购买枪背带，一些特种部队则是自己花钱加装激光指示器或战术灯。也就改进版 ACIES 卡宾枪加了4面导轨系统。相比较美制 M16A2，89式最大的优势就是3发点射结构比较好，但总体来说还是缺点大于优点。连日本自卫队士兵都认为89式不适合拿来上战场，并且根据日本自卫队退役士兵的说法，陆上自卫队的特种部队特殊战斗群用的并不是89式，而是 M4 卡宾枪。在2007年与2008年，日本进口了 M4 以及配套的消音器和榴弹发射器。当然，日本不会承认这事儿，也没有公开的照片或视频证据。不过，美国的外国军事援助计划的采购项目都是公开的，虽然具体数目不详，但有消息称大概有100多支或数百支。在美国公开的信息中，在2007年的确向日本出口了 M4， 具体数量未知，但配套的消声器共有82支，榴弹发射器不少于53具，但肯定不足100具。后者不会配给所有的卡宾枪，所以日本应该有数百支 M4。此外，根据公开资料确认，除了 M4， 海上自卫队2011年1月的采购计划里还有 HK416 卡宾枪，但具体型号、数量和配备部队不详。看来连日本自己都不喜欢89式。就89式步枪的定位来讲，虽然是小口径步枪，但是其设计思路还是有2战的作战思想在里面，比如强调单兵射击精度，依托攻势的阵地战，也就刺刀战不在考虑范围。现代战争的作战环境已经不再追求单兵作战精度了，强调的是机动作战、远程火力与空中打击。士兵依靠野外阵地进行精确射击起不到什么作用，不如无人机挂 AK 好用。在城市等近距离作战中，89式的发挥空间也很小。在200米左右的作战距离中，中远距离高精度的优势几乎为零。如果要远距离作战，大家都是通过班组实施高频射击，比如战术导轨加高倍率瞄准具、下挂式榴弹发射器以及精确射击步枪等。射手不需要依靠步枪的性能来进行远距离射击。其次就是长度，在 CQB 巷战中，89式步枪还是太长了。当然，这点也不能怪日本，毕竟匠人精神不代表设计思路，这方面的问题工艺救不了。那么日本的步枪技术如何？在世界上属于什么水平？如果是坦克、军舰、飞机，火力军还能聊两句，但枪械这东西，日本在世界上排不上号。2战之后，日本军用步枪的发展大概可以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就是美国援助2战步枪，当时美国销毁了大量的日制38式步枪，并给日本提供了一批 M1 加兰德。但日本好歹也是工业强国，一直买枪也不行，加上 M1 不符合日本防卫队的需求，于是进入第2阶段，自行研发自动步枪，成果就是64式，但结果大家也都知道，性能一塌糊涂。在这个时期，日本从弹到枪都受到美国影响，只能结合自身特点，比如脚架、刺刀、精度，勉强实现部分轻武器自己。从以上这些特点也看出来设计思路有问题，加上拿美制枪械硬改，性能也一般。64式步枪在研制阶段发生自爆，故障率高，维护保养困难。之后世界流行小口径步枪，日本进入第3阶段，研发小口径突击步枪89式，设计思路还是没调整过来，强调精准射击，仅仅是抛弃刺刀战。结果就是日本自卫队都不喜欢，那些特种部队都是使用 M4 或者 HK416。最后就是第4阶段，研发模块化小口径突击步枪，也就是20式。到这个阶段，日本的设计思路才算打开，模块化加导轨加短突，长得有点像 SCAR， 除了祖传的两脚架，其他的都算是跟上时代潮流了。具体的性能我们后面再做一期视频详细的聊一聊。总的来说，在2战之后，日本轻武器的发展属于中规中矩，不仅受到美制武器的影响，还过分追求旧时代的性能，导致64式与89式都落后于时代，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，搞得跟错的是整个世界一样。到20式才算步入正轨。不过设计思路摆正之后，价格估计还是解决不了，
毕竟无法外售，采购量也不多，贵这个字估计要一直跟随日本枪械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在世界步枪排名中，8、9是排在哪个阶段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